不说？你到底说不说？你想让我说什么？你倒是问啊！我叫温如云，曾是华国的一名雇佣兵，在一次执行任务结束后，意外穿越到了古代。住手！小姐，就你也配嫁给太子哥哥？痴心妄想！等过了今日，我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喂，太子是谁啊？给你2个选择，要么喝下这杯毒酒，一盏茶的功夫，安安稳稳去见阎王。你耳朵聋吗？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在说话？要么用这把匕首自己了断，选一个吧，我的好姐姐。对面5个人，这个女人忽略不计，4个侍卫有点棘手，就算杀得掉，我也会重伤。我选匕首。怎么了，姐姐？害怕了？刚才不是选的挺痛快吗？你倒是给我解开啊！不解开，我怎么拿匕首？你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样，给他解开！狙击枪无限子弹，透视眼功能已激活，储物空间已绑定，可随时取用。无限子弹，透视眼，这系统够意思。这是何物？为何能凭空出现？刚才是选匕首，现在时代变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打死他！妖怪！既然老天让我穿书成了这个角色，那就别想让我像原身一样窝囊。今天这喜糖，我闹定了，那些欠他的，我要一个一个讨回来。温如云，你疯了！敢在这种场合撒泼，还不快放开你妹妹！别急啊，老登，还没轮到你呢。我先给诸位讲个故事。今天要嫁给太子的是本该被绑在柴房里等死的我，而绑我的人正是我这个好妹妹。一派胡言！容颜温婉贤淑，岂会做这种事？你莫要在此撒泼丢人！父亲大人急什么？怕我说出更多。太子殿下和我这位庶妹早在半年前就暗中来往。4月18，太子府偏殿，太子以商议婚事为由留庶妹至深夜。太子赠庶妹信物，碧玉簪1只，此刻正藏于他枕下。要不要我继续说下去？你怎会知道这些事？从未有人知晓。荒唐！皇帝息怒，今日是太子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也是家丑。依臣妾看，既然礼已成，便让温家嫡女为太子侧妃，庶女降为侍妾，也算全了体面。臣女不愿。温如云，你当这喜堂是什么地方？容你一再放肆！来人，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拖下去！且慢，陛下，依臣看，不如让温家嫡女嫁给臣做明王妃。胡闹！你当朕的赐婚是儿戏？臣以边关3年军功为聘。准！父皇，你给我闭嘴！皇家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这门婚事，朕准了。什么？冥王谢持明，原书里那个不受宠被皇帝地害，最后战死沙场死的不明不白的王爷。也罢，冥王有兵权，先站稳脚跟再说。皇上隆恩，臣女叩谢。既如此，臣女出嫁前，请皇上做主，讨回臣女的嫁妆。外祖江家天庄，母亲压乡银，铺面田产，全被继母林氏侵吞。臣女不求别拿回母亲的东西，也好干干净净出嫁。如云，你误会了，那些东西妾身都替你保管着。保管？
温如烟头赤根红钗，身上的蜀锦嫁衣，腕上的翡翠镯子，哪一样不是我母亲的陪嫁？庶妹出嫁能用，我这个嫡女出嫁就不能要回？区嫁妆还她就是。朕的喜堂不是你们侯府算账的地方。父亲，姐姐这是要把侯府掏空了，她是要逼死我们。老爷，妾身嫁进侯府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能看着妾身被这样欺负啊。父亲，您是要替她说话？按他说的办。欠条。金欠温如云白银36000两，田产3000亩，铺面6间，限3日内还清。谢皇上为臣女做主。王妃好生威风。王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喂，放我下来！你想干什么？这人力气怎么这么大？他居然会武功！行了，我认输，你先放开。咱俩打个商量，你帮我在侯府站稳脚跟，我不给你惹麻烦。成交，但有一条，不许跑，否则腿打断。以茶代酒，一言为定。温如云，你个毒妇，把侯府掏空，还妄想逼死母亲！这就是原身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温无怜啊！从小被林氏捧在手心，为了10几年的迷魂汤，喂成傻子了。你来闹得正好，我正准备去长宁侯府讨债。王爷，借你的人用用。20名选影卫，够不够？够了。温如云，你这是要造反吗？带着兵闯自己家门！父亲大人，您纵容妾室吞了母亲嫁妆，苛待于我，不怕她半夜来找您算账？搬，但凡属于江家之物，一件不留。我娘家陪送的，你们不能抢！你娘家穷的叮当响，哪来的紫檀木箱？这是我母亲的东西。温如云，你这个毒妇！你敢打我！我现在可是太子的人！一个妾室而已，本王妃打了就打。这母女2人如此歹毒，得用透视功能看看还有没有东西被他们藏起来。这是原主的母亲，那些人竟狠毒至此，这笔账我替他讨。我什么都不要。娘，是我，云儿，我来接您回家。云儿，兰旭，你怎么没死？毒妇，是你把我锁进枯井，囚禁了我10年。老爷，我都是为了侯府啊！来人，把这个毒妇拖下去，关入水牢，非死永世不得出。灵儿救我！如云，她毕竟是你庶母，看在爹的面子上，饶她一次。看在您的面上，父亲，您的面子值几文钱？我是你父亲，你就这样跟我说话？父亲，您配吗？你女，你敢！岳父大人，且慢。本王的王妃还轮不到别人动手。今日之仇，我必100倍奉还。娘，
从今往后，没人能再欺负你了。我的云儿长大了。娘，以后您就住这儿，谁也伤不了您。去宫里请最好的御医来，现在就去。是。春夏，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王爷与边关守将的密信，哪日发兵，何处设伏，粮草几何，全写在里面。若落入敌手，边关数万将士的命就没了。王妃饶命！王妃饶命！说，是太子殿下，太子的人说奴婢不照做，就把奴婢全家处死。太子要这密信是想卖给西苑，还是想在朝堂上栽赃王爷通敌？奴婢真的不知。太子的人只让奴婢拿到信后，从后门交给一个黑衣人。玄一，带下去，审清楚他跟太子的人如何接头，递了多少消息。疯的，看来冥王也是个聪明人。这府里是时候该好好清理了。从今天起，冥王府的规矩只有一个：忠心。被逐者，这就是下场。这王妃，本王越来越喜欢了。殿下，春夏失手，被冥王妃当场抓获，如今关在冥王府安牢，我们的人无法接近。好一个冥王妃！殿下，春夏若招出你，只怕他招不出什么。本宫的人从不用真名接头，但温如云留着他，就是为了将来当证人。这女人比谢志明还难对付，看来本宫得换个法子。王爷，春夏的事您不问问？你处置得很好，本王信。皇上口谕，宣明王、明王妃即刻入宫，轻迎使臣觐见，不得有误。走。轻迎使臣段征，奉王命献上贡品：汗血宝马100匹，夜明珠10箱，珊瑚树10株。愿大圣与轻影永结同好。赐座。皇上，臣女久闻大圣能人辈出，今日得见天颜，愿献舞一支，以助雅兴。冥王，你觉得如何？不及臣妻半分。冥王妃好大的福气，能得冥王如此轻眼，想必王妃才艺双绝。本郡主倒想请教请教。郡主舞姿出众，可惜王爷连眼皮都没抬。郡主这一舞，怕是白费了心思。你竟敢如此羞辱本郡主！羞辱？本妃只是实话实说。郡主的一举一动，代表的是清艳颜面。方才那飞吻，若传回青影，恐怕青影王脸上也不好看。好一张利嘴！本郡主在青影，从无人敢这般放肆。明王妃，郡主远来是客，你这些话确实过了些。本宫知道你性子直，可也不能让外人觉得我大圣王妃不懂礼数。依本宫看，不如明王妃向郡主赔个不是，此事就此结果。太子殿下好大的度量，臣妇被人当众挑衅，殿下不替自家人说话，倒先让臣妇赔罪。臣妇斗胆问一句，殿下究竟是大圣的太子，还是青影的太子？明王妃，青影虽是小国，却也不是任人羞辱的。段使臣，本王面前拔刀，你是不想活着走出这座大殿了？段使臣，朕的朝堂上还轮不到青影的刀说话，臣失礼，皇上恕罪。父皇，青影使臣远来，不如以武会友，切磋一下。准。太子殿下说的极是，我青影有一名勇士，愿与大圣高手切磋。臣愿一试，请赐教。
请。下一个，这怎么可能？看招！就这？还有谁？大圣勇士也不过如此。皇上，承让了。看来大圣的勇士今日状态不佳呀。臣妇愿一试。明王妃，这不是绣花，是比武，刀枪无眼伤了你，明王可要心疼了。大圣是没人了吗？让一个女人来送死。臣妇先去更衣。美人，我让你3招。谁死还不一定呢。找死！这小孩就是天哪！还不出全力！臣妇幸不辱命。好，明王妃巾帼不让须眉。且慢，他用的旁门左道，胜之不武。那个废物，什么时候会武了？他还是温如云吗？输不起就说别人用歪门邪道，轻影的规矩倒是新鲜。输了就是输了，段使臣是想撕毁和平协议吗？青影，不敢。赏金千两，酬100匹，传旨开宴，歌舞伺候。本郡主敬王爷一杯。酒里有毒，王爷今日不宜饮酒。这杯酒，臣妇借花献佛，敬太子殿下一杯。太子殿下，臣妇敬您一杯。明王妃替明王挡酒，不如自己喝。酒里有毒，咽。皇上，臣女不知情。酒是郡主端的，毒也可能是你下的，分明是你想嫁祸本宫。郡主，这酒是谁让你敬的？郡主，方才比武的事，明王府年轻气盛，得罪了，本宫替他赔个不是。郡主若不想两国伤了和气，待会儿去敬明王一杯酒，一笑泯恩仇。是太子殿下，他说本郡主与明王妃有误会，让本郡主敬酒赔罪。殿下，您让郡主敬酒，又在他端来的酒中下毒，毒发时郡主是唯一的嫌疑人。是本宫让他敬酒的又如何？谁能证明是本宫？没有证据就想攀咬本宫，说不定是他与明王妃合谋，想离间本宫与父皇。好了，此事既无确凿证据，就此作罢。酒中为何有毒，着人去查。郡主受惊了，赐座。太子虽无直接干系，但言行不慎，罚俸3月，以儆效尤。儿臣遵旨。就这样轻轻接过，好一个偏心的父亲。你怎么知道酒里有毒？我闻出来的，你信吗？太子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他今天这招是想一箭双雕，害你出丑，再嫁祸给青樱，可惜没成。今日之事还是多谢了，郡主不必谢，我并未帮到你什么。不管怎样，本郡主欠你一次，倒也不是那么讨厌。
有刺客！跟紧我。左边屋顶3个，右边5个，前方巷口还有4个。一起上！谁让你挡的？不挡，你就要挨剑了。不必追了。疼不疼？他不问我那只能杀人的武器是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能在黑暗中看清一切，不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他只问我疼不疼。皮外伤，不疼。不管你从哪里来，带着什么秘密，都休想再从本王身边离开。殿下，任务失败。废物，全是废物！温如云、谢驰明，本宫不会放过你们的。王爷，你就不好奇吗？好奇什么？那只能杀人的武器，为什么我能看见黑夜里的东西？还有，我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个狙击枪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武器，我的眼睛能穿透物体，这叫透视眼。还有，我搏斗的本事是在军队里学的。就这些？你不觉得我是妖怪？你是我明媒正娶的王妃，不管你是哪里来的，这点不会变。还有一件事，我要做生意。做生意？拿去玩，亏了算本王的。王爷就不怕我把你的家底败光？败光了本王再挣，你只管折腾。主子，昨夜刺客有一个没死成，属下审了一夜，他招了。是太子派来的人，他们领命杀你，生擒王妃，还要对王妃行不轨之事。很好。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本宫是太子，你敢动我父皇诛你九族！谁？到底是谁？不管你是谁，本宫一定要找到你，将你碎尸万段！不行，不能让别人知道，一旦被发现，孤的储君之位就完了。殿下，这属下无能。你可知道，今夜之事若传出去一个字，孤的储君之位就完了。殿下，臣什么都不知道，臣什么都没看见。不，你看见了很多。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下，您怎么了？出去！殿下，您受伤了！给我说出去！娘，我想用您的嫁妆铺子做生意。做生意好啊，你外主家当年就是靠经商发家的，你外公走南闯北攒下那份家业，你爹呢，花着江家的银子，还嫌江家一身铜臭味儿，所以女儿要把那些铺子盘活，让所有人都看看江家的银子不是白花的。好，我儿不愧是娘的孩子，有这份心气，娘就放心了。这些铺子谁家的？回王妃，多是些破落户的产业，经营不善，早想脱手。买下来，用我的嫁妆银子全部买下来。温家那丫头嫁了冥王不好好享福，去做生意，妇道人家懂什么经商？等着看笑话吧，迟早把冥王的家底败光。这条街我要全部翻新，铺面统一门头，街道拓宽，两边种树，你们干不干？王妃，工钱预付3成，完工之后再结清剩下的。苏海，草民愿为王妃效力。这是整条街的规划。我要把城南那片做成京城最繁华的胭脂街，绸缎、胭脂、首饰、茶楼一条龙。王妃好大的口气！王爷不信？这是王府库房的钥匙。王爷这是要把家底都压在我身上。本王说过，你只管折腾。王爷来监工，来看着本王的银子。不出1年，我要让这里成为京城最繁华的街道。臣女温如云参见贵妃娘娘。快起来，让本宫好好看看。好孩子，本宫见你第一面就觉得亲热，若是敏儿生母尚在，不知该多欣慰。娘娘莫要伤怀，婆母在天有灵，看到娘娘这般疼惜臣妇，也会欣慰的。姐姐，多日不见，妹妹可想你了。莫要胡乱攀亲，我母亲可只生了我一个女儿，与你何来姐妹一说？王妃说的是妾身失礼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看了？本宫当初怎么就退了她的婚？那个哭哭啼啼的温如云和眼前这个明艳逼人的冥王妃真的是同一个人。殿下，殿下，温如云，你害我娘至此，今日又当众下我面子，我一定要你好看。这种下药的情节都来几次了？娘娘，臣妇不胜酒力，想去偏殿歇息片刻。去吧，孩子，好好歇着。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想算计我，你还嫩了点。这杯好东西，你自己慢慢享用吧。不好了，太子侍妾她逆女，你在干什么？热，好热。这就是你教养的好女儿，丢尽了皇家的脸。女子读书，方能明事理，知荣辱。诸位姐妹，引以为戒。明王妃说的有理，
我母亲常说不读书便不知礼，如今看来果然如此。那位太子侍妾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当众出丑，连累家门。明王妃临危不乱，倒让我们开了眼界。明王妃这番话比什么寿礼都贵重。皇后娘娘驾到！温如云，你好大的胆子！寿宴之上闹出这等丑事，你可知罪？臣妇不知何罪之有。你还敢嘴硬？温如烟虽不成器，但到底是太子侍妾，她好端端的跟去偏殿，怎么就中了毒？分明是你从中作梗。娘娘，臣妇也想知道那杯酒里的药是谁下的。若非臣妇及时察觉，此刻出丑的便是臣妇自己。难道娘娘的意思是，臣妇应该乖乖喝下那杯毒酒，任人侮辱才算守规矩？本宫问你，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被人害了就反过来害人，这天下还有规矩吗？还有王法吗？娘娘教训的是，那臣妇倒想请问娘娘，若有人往您杯中下药，您是选择默默忍下，还是找出真凶？放肆！本宫面前还敢巧言厉色！来人，温如云德行有亏，杖责20，以儆效尤。皇后娘娘，万万不可！明王妃是冤枉的，且今日是臣妾寿宴，娘娘若在此动刑，臣妾颜面何存？贵妃，本宫是在替你整顿规矩，你让开！本王看谁敢动本王的王妃！不知臣妻所犯何罪，劳娘娘如此大动干戈。娘娘，此事若闹大了，传出去，只怕于皇家颜面有损，不如大事化小。罢了，都退下吧。多谢娘娘体恤。明王如此护着王妃，日后他若再惹出什么事端，只怕明王也兜不住。兜不兜得住是臣的事，不劳娘娘费心。走。你今日简直是让本宫丢尽脸面。从今日起，贬为最低等侍妾，搬去柴房，无本宫命令，不得踏出半步。殿下，殿下，你不能这样对我，是温如云害我，是他。温如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们明明只是交易。交易也好，别的也罢，本王认定了你就不会改。进去吧，明日你的胭脂楼不是要开张？今日胭脂楼开业，所有胭脂水粉免费试用，各位姐姐妹妹进来试试。这胭脂颜色真好，比宫里赏的还细腻。你试试这个口脂，润而不腻，颜色也正。殿下，明王妃那胭脂楼一开，我们的胭脂铺子全没生意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哪还有银子支持殿下登基？进来。殿下，妾身有个法子，能让那胭脂楼开不下去。让开让开！这家店卖假货，有人用了他们家的胭脂，脸都烂了。就是这家店，我用了他们的胭脂，脸就成了这样。你们赔我的脸！我们胭脂楼的货都是上等品，绝不可能烂脸。你们分明是来捣乱的。住手！哟，正主来了，你家的胭脂烂脸，你说怎么办吧？你说这脸是用我家胭脂烂的？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别过来！你想干什么？当街行凶吗？说，谁让你来的？你敢动我，我告到官府，说你草菅人命。一起上！上啊！
还有没有王法了？用了你们店的胭脂烂了脸，我们过来闯公道还要被打，大家评评理啊！我好好的脸啊，就是用了他家的胭脂才烂的。你们看看我这脸，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看着确实惨，该不会是胭脂有问题吧？不好说，宁王妃不像是做假货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是什么？要不要当着大家的面请大夫验验？这就是你们用来害人的药，先在脸上贴假皮，再往胭脂里掺东西，想坏我胭脂楼的名声。说吧，谁指使你们的？送官，让刑部好好审审，看看这背后是谁。明王妃，这些人交给卑职，一定审个水落石出。辛苦，还有那包粉末，一并送去检验。我今日闹出这么大动静，明日朝会上有人要参你了。那就让他们参。你说幕后指使是谁？谁获益最大就是谁。你动了世家的柄，胭脂、绸缎、首饰，这些生意背后全是世家大族。所以今日之事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胭脂楼关门，太子就是最大受益者，既能保住世家的生意，又能打击我。聪明。皇后娘娘口谕，宣明王妃即刻入宫觐见。来者不善。怕什么？我去看看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温如云，你可知罪？臣妇不知犯了何罪，还请娘娘明示。身为明王妃，抛头露面，与商贾争利，开什么胭脂楼？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娘娘息怒，臣妇开店并非为利，而是为了给母后寻一位绝世胭脂。这胭脂的配方是臣妇寻遍名医，反复试验所得，色泽自然，养肤不伤肌。臣妇不敢独享，特来献给母后。拿过来我看看。这，娘娘若不嫌弃，臣妇为您上妆可好？这真的是本宫。娘娘气色好多了，仿佛回到了10年前。算你有心，这胭脂确实不错。娘娘喜欢便是臣妇的福气。这胭脂配方乃臣妇寻遍名医所得，只供母后一人专用，绝不外售。退下吧。娘娘还追究吗？明王妃开店的事。追究什么？本宫看着年轻了10岁，明日让她再送一盒来。是。没事。能有什么事？一盒胭脂的事。王妃好手段。这叫投其所好。皇后爱美，我就给她美，省得她天天找我麻烦。以后皇后再找你，提前告诉本王。王爷这是怕我吃亏？王妃，这批口脂的色泽还差一点，若加入少许朱砂，会更红润。朱砂有毒，改用红花试试。王妃，喝汤。放着吧。这批口脂的红色还差一点，你看是不是红花放少了？王妃明鉴，草民也觉得。点心。王爷今晚不忙？不忙。王妃，草民突然想起来账房还有几笔账没对完，今晚得赶出来，草民先告退了。王爷，人都走了，您还有事儿？有事，跟本王来。
以后研究胭脂，必须在我在场的时候。王爷，你这是在吃醋？没有。好，好，好，王爷说的对，以后研究胭脂，一定请王爷大驾光临，全程监督。记住你说的话。明明就是吃醋了，还嘴硬。王妃，今日客流量比昨日又多了30%，胭脂、绸缎首饰，每家铺子都在排队。但还不够。那温如云把城南一条街都盘活了，我们的铺子却门可罗雀，这口气老夫咽不下。就是他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经商？不过是仗着明王的事罢了。他敢抢我们的生意，老夫已放出话去，谁敢入住他的胭脂街，就是与我等世家为敌。王妃，那些世家放话，谁敢入住胭脂街，就是与他们为敌。我们小门小户得罪不起啊。是啊，王妃，我们虽想跟着您干，但世家那边……诸位不必担心，我自有法子，让你们既能赚钱，又不用怕世家。这是会员制和连锁经营的章程，凡是入驻胭脂街的商户，统一进货，统一私定价，统一管理，大家抱成团，世家就拿你们没办法。会员制，顾客交了会费，可以在整条街的任何铺子享受折扣。连锁经营，各家铺子的货源由胭脂楼统一调配，降低成本，保证品质。王妃的意思是，让我们联合起来。对，世家再大，也大不过整条街。你们跟着我，亏不了。这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好，还办了会员，以后就认这条街了。就是，谁还去那些老铺子挨浪？明王妃，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看能不能让我们也入驻胭脂街？条件您开。入驻？行啊，把你们手里所有的胭脂铺、绸缎庄骨器拿来，本妃按市价收，否则免谈。王妃，上个月流水又涨了30%，整个京城的胭脂绸缎生意一半都在咱们手里了。表面风光无限，暗地里盯着我们的人不少。山雨欲来，不会太平太久。皇上，800里加急，南楚4会合约，10万大军犯境，连破3城，守将战死，难民难永。父皇，南楚来势汹汹，必须立刻派兵增援。只是边关驻军多年，为何南楚一攻即破？这其中怕是有人养寇自重。臣愿领兵出征，击退南楚，收复失地。明王妃求见。选。皇上，臣父愿献上胭脂街半年税收账册，白银100万两，充作边关军费。100万两，明王妃，你这胭脂街竟有如此盈利？托皇上洪福，臣夫虽为女流，也知国难当头，当尽绵薄之力。传旨，封明王谢持明为征北大元帅，即刻整军出征。明王妃温如云封为随军参操，允其随行。女子随军，简直前所未有啊！这是真假？边关凶险，你不必去。这仗，我陪你打。云儿，你当真要去边关？那是打仗，不是儿戏。娘，我必须去。王爷一个人在边关，我不放心。而且太子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必须守在他身边。那你答应娘，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答应你。一个女人跟着出征，真是笑话。王爷怎么想的？听说是什么随军参操，谁知道是不是来添乱的？到了边关，哭鼻子都来不及。闭嘴！你们知道这次军费是谁捐的吗？王妃一人献上100万两白银，够咱们全军吃3年。你们谁有这本事？记住，没有王妃的银子，你们连边关都到不了。再多嘴，军法处置。王爷，按现在的扎营方式，每日行军太慢，我有个方案，可以节省至少2个时辰。说来听听。扎营不必每次都建完整营寨，
可以依地形分片扎营，事后分散预警，粮草队先行，这样每日可多走20里。呵呵，王妃，打仗可不是绣花，您懂什么叫扎营？就是，我们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时候，王妃还在闺房绣花呢。从今日起，扎营布防全交由王妃负责，适才营也归她统领。谁有异议，现在说出来。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斥候营，我教你们的夜行、潜伏、侦查、暗杀，必须全部掌握。王妃好身手！3天后考核，不合格的滚出斥候营，开始训练。真有几分本事。到了边关，你指挥大军，我负责侦察，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叫夫君。想得美。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这城还能守住吗？守军还剩多少？回王爷，不足3成，粮草已断，箭矢将尽，弟兄们快撑不住了。你怀里藏的什么？王妃说笑了，末将身上什么都没有。南楚的密信藏得再深，我也能看见。交出来！臭娘们儿，去死！谁再通敌，这就是下场。拖下去，查抄家产，3族连征。都听清楚了，本王的军中只有一个规矩：忠心。末将誓死效赵王爷。今日辛苦了。叛将不除，军心不稳，这是必须做的。边关凶险，跟进本王。王爷，派出的3批探行全都没回来。南楚军营驻扎在30里外，河地复杂，易守难攻，没有布防图，咱们贸然进攻，凶多吉少。我去。不行，你先退下。是。我有透视眼，黑夜与我如白昼。你不信我？不是不信你，是担心你。活着回来。放心，我一定回来。南楚主力3万，分驻东西南3营，粮草在北侧，靠近河谷，有重兵把守。中军大帐，金鼎，主帅在那里。南楚主力3万，粮草在北侧，中军金鼎，主帅确认，暗哨12处，巡逻每半个时辰换岗。南楚主力3万，分3营驻扎，粮草在北侧河谷边，有重兵，主帅在中军金鼎，暗哨12处，巡逻路线我已经标出来了。我说过，一定回来。好。主帅，巡逻队在东南方向发现可疑足迹，但追踪到一半就断了。加强巡逻，大哨那边怕是已经派人探过营了。是。谢志明，你派来的人倒是有几分本事，但这场仗你赢不了。王妃真乃神人，这布防图比斥候探来的详近10倍。今夜突袭，目标烧毁粮草。等我回来。小心。王爷，有埋伏，我们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突围！王妃，
王爷被围，南楚早有埋伏，援军迟迟未至。援军呢？后方驻军为何不动？太子下令说边关军需紧张，援军要酌情调拨。太子，所有人听令，跟我去救王爷。谁怕死，现在留下。誓死追随王妃。我来晚了。不晚。突围！王爷，这次分明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南楚人早就知道我们会夜袭，提前设了埋伏。军中有内鬼，军中有内鬼，而且不止一个。他们不仅把布防图泄露给南楚，还让太子和长宁侯拖住援军，就是要置王爷于死地。查，无论牵涉到谁，一个不留。是。天快亮了，南楚人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谢驰明，半日之内，本帅逼破此城，届时鸡犬不留！哈哈哈哈哈哈！王爷，敌军至少3万，我军不足8000。距离800米，风速微左偏。主帅死了，那是什么武器？从没见过。明王妃杀的，800目外取人性命，这怎么可能？明王妃，明王妃，明王妃！主帅已死，此时不出军，更待何时？开城门，杀！开城门，杀！追！别让他们跑了！赢了！我们赢了！王爷威武，王妃威武！我回来了。下次别不要命的往前冲。遵命，夫人。这一仗，敌军折损8000，粮草辎重尽数焚毁，南楚短期内无力再犯。暂时稳住了，但内鬼还没揪出来。快了，尾巴总会露出来。殿下，南楚大败，主帅被温如云一击射杀，谢驰明不但没死，还大获全胜。废物！南楚人全是废物！殿下，边关传来消息，明王妃手里有一种武器，能于数百步外取人性命，防不胜防。什么武器？从哪里来的？查不到，军中没人见过那种东西。不管他有什么武器，他必须死。粮草被劫了，全部被烧了。没粮了，那我们吃什么？3天，最多撑3天，没粮还怎么打？撤吧！闭嘴！王爷，押粮队300人，无一生还，粮草全部被烧。附近州县称军需紧张，要等朝廷调拨。太子的人拖住了粮道，再等朝廷调拨，至少半月。军中存粮最多撑3天。传令下去，缩减口，每人每日减半。
怎么这么久？谢志明刚开完军役，营中查得紧。这是信，快传给主帅。粮草已断，最多撑3天，好得很。太子殿下说了，事成之后，你的功劳他记着。等谢志明死了，边关就是殿下的囊中之物。温如云那个贱人，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嚣张！去死！王妃饶命！王妃饶命！是太子逼我的，他说我不照做就杀我全家，我没办法呀。太子的好狗。太子，这是要置我于死地。那就让他死，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要先打赢这场仗。说还有哪些同党？王爷，军中奸细已全部处置，军中存粮最多撑3日。附近昭县迟迟不发援粮，怕是太子的人从中作梗。与其被动等粮，不如主动出击。南楚刚劫了我们的粮，这批粮草他们自己也要用。押粮队必经此处峡谷，地势险要，两侧峭壁，中间只有一条窄路，在这里设伏，可全歼押粮队，夺回粮草。如何确定押粮队一定会走这条路？因为其他路更难走。南楚人急着把粮运回大营，不会舍近求远。好，将计就计。小心！这放！这次多亏了你，欠我一条命。早就欠了，慢慢还。王爷，粮草清点完毕，缴获粮草3万石，足够我军吃1个月。很好，押送回营，加强警戒。是。这一仗打完，南楚元气大伤，短期内他们不敢再犯。太子不会善罢甘休，粮道的事他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殿下，南楚押粮队全军覆没，粮草被明王截获，派去接应的内线也暴露了。谢驰明，温如云。殿下，那我们的计划还没完。谢驰明能打赢南楚，打得赢过朝廷吗？本宫已经在狱上上折子了，就说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谢驰明，你回京之日就是你的死期。王爷，缴获粮草3万石，足够全军吃1个月，士气大振，将士们纷纷请战。正面强攻伤亡太大，我建议绕开敌军主力，直插后方补给重镇青石。只要拿下青石，前线南楚军断了补给，不战自溃。兵分3路，中军正面佯攻，左右2翼迂回包抄，3日后汇合于青石城下。出发！前方地势险要，恐有埋伏，是否绕行？有埋伏，两侧山坡各藏伏兵300，弓弩手为主，分兵2路，一路正面佯攻，吸引注意；另一路从侧翼攀崖而上，绕到伏兵背后。末将遵命。动手！攻城！1号目标。
仗打完了，京城的事该回去清算了。王爷，京城急报，皇后联合太子以明王拥兵自重，意图谋反为由，派禁军封锁了王府。好一个拥兵自重！我们在边关浴血厮杀，他们在后方抄家灭门。皇后还下令软禁了王妃的娘亲。皇后与太子联手，欲置本王于死地。本王决定兵分两路，本王率大军缓缓回京，吸引朝廷注意。王妃带精锐探侯先行潜入京城。末将愿随王妃前往。30人足矣，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万事小心，切不可鲁莽。等我。放心，你什么时候见我打个没把握的仗？京城见。京城见。消息放出去了，放出去了。明王妃在京城的暗庄已经收到消息，说老夫人被软禁在侯府祠堂。那丫头重情重义，知道亲娘被扣，一定心急如焚，日夜兼程往回赶。娘娘，那望山岭那边，她回京只有2条路，大路走官道，绕远3日；小路穿望山岭，快马加急1日便可到。她等不及，一定会选望山岭。娘娘英明，老奴已按您的吩咐，在望山岭埋伏了300杀手，只要他敢踏入望山岭，定叫他有来无回。姜氏就是饵。他急着救娘，就一定会咬钩。等温如云死在望山京，谢驰明失了臂膀，就算他大军回京，也不过是只断翅的鹰。温如云，本宫倒要看看，你还怎么回来？进城后分3路，一路去王府，一路去侯府，一路跟我去皇宫地牢。是。娘，我回来了。两侧山林埋伏杀手约300人，弓弩为主，滚木封路，所有人弃马，就地隐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暴露。我一个人来。王妃，300人，您一个人？人多反而碍事，藏好。在哪儿？人在哪儿？看不到，鬼是鬼！怎么回事？谁放的箭？没听到弓弦声啊！他在那边，不在那边，我听到了，从那边来的。我们被包围了，可是根本看不到人，鬼是鬼，他们请了鬼来杀我们。不要慌，都趴下，找掩护！好啊，是阎王来索命了！就这？说，谁派你们来的？说了，给你个痛快；不说，我让你比他们死的都慢。是皇后娘娘派我们来的，说杀了您，赏金1万两。皇后这就等不及了。后院祠堂，20名禁军看守，我娘在里面。你们分2队，一队在府外制造动静，调走大部分兵力；2队在东墙外接应，剩下的事我来。有刺客！快去前门增援！云儿，你回来了。娘，我来接您回家。别错！王妃，这边。走。云儿，你瘦了。娘，别说话，我带您离开这儿。王妃，追兵来了，您先走，我们断后。
什么？江氏被劫走了？明王妃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前院一乱，禁军被调走大半，她就趁虚而入。等我们发现，人已经没了。母后，望山岭不是派了300杀手，温如年怎么还活着？回殿下，那300杀手全跑了。有人说温如云用了妖术，能于数百步外取人性命，杀手们吓破了胆。一群废物，300个人杀不了一个女人，本宫养你们何用？母后息怒，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母后不是气他们办事不力，母后是怕谢志明大军已到京郊，温如云又回了京，若是他们夫妻联手，怕是要易主了。母后，儿臣明白。母后必须替你谋划，趁他们还没站稳脚跟，先下手为强。庆功宴上，本宫已布下死局，这一次定要让他们夫妻有来无回。王妃，探子来报，皇帝以犒赏边关将士为名，设下宫宴，邀您和王爷赴宴。犒赏，鸿门宴还差不多。王爷那边呢？王爷大军已至移交，但皇后以防止兵变为由，命禁军不得放大军入城。王爷只带100名牵兵入城。皇帝设的是鸿门宴，我知道，但不去就是抗旨。那就去，我倒要看看谢景书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平王，明王妃到。明王妃边关浴血，收复失地，朕心甚慰，快入座。明王妃，本宫这里有封密信，想请你当众解释解释。有人举报你私通南楚，倒卖军粮，这封密信就是证据。温如云，你好大的胆子！朕在边关给你军权，你却通敌冒国。皇上息怒，仅凭一封来路不明的信，就要定臣妻的罪。皇上，臣在边关与南楚血战，臣妻数次以身犯险夜探敌营，若无他，臣早已死在太子劫粮的阴谋之中。这样的王妃会通敌？母后想栽赃，也该把字迹仿得像一些。怕是今天早上才写的吧？温如月，你休要巧言令色，这信分明是你通敌的铁证，本宫岂会诬陷你？皇上，臣妇从未通敌，这封信上的墨迹未干，分明是今日新写，请皇上让翰林院的学士验一验墨迹笔迹，便知真假。若臣妇有半句私言，甘愿领死。验，若有人栽赃本王的王妃，本王绝不罢休。宣信林学士觐见。皇上，这墨迹墨色虽干，但指纹尚未被墨浸透，笔锋处有晕染，应是今日新写的墨，不超过6个时辰。皇后，你还有什么话说？皇上，臣妾也是被人蒙蔽，举报之人被人蒙蔽？你是后宫之首，未经查实就当众构陷功臣之妻，你让边关将士如何看朕？皇后德行有亏，罚俸1年，其司库中1半银两充作明王妃的陪补，以敬效尤。明王，此事你与王妃受委屈了，臣遵旨。都退下吧，朕罚了。这只是开始，太子和长宁侯府的账还没算。你打算怎么做？取证，今晚我入太子府。密室，藏在这里面的东西怕是不简单。太子与南楚可汗温百里的往来书信，他们3方合谋，在边关借南楚之手杀你。太子给元皇下慢性毒药掏空身体，事成之后，南楚得3成，温百里位至首辅，温如燕升太子妃。好谋算啊！弑父叛国，残害手足，这条条都是死罪。证据够了，明日早朝，你我一起呈给皇上。好，明日做个了断。父皇，儿臣要弹劾谢景书，通敌卖国，弑父篡位，残害手足。谢驰明，
你血口喷人！呈上来。皇上，臣父与王爷联名上奏，通敌部下勾结侯府的全部证据，书信、丹药、残渣、人证口供一应有全。太子殿下亲笔手书，南楚克时亲启，明王不死，边关不安。待明王兵败，本宫依约割让3成。第二封，父皇病体日衰，慢毒已入骨髓，不出1月，必龙柱上魂。第三封，温世伯，事成之后，你为首辅，如燕为后，长宁侯温百里。这字迹你可认得？皇上，太子殿下命臣在您的药中加入慢性毒药，每次只加1丝，日积月来，这是药渣残存，臣留了一份。皇上，奴才试药3年，身体日渐衰败。太子殿下说，只要奴才听话，就给奴才家人一笔银子，奴才罪该万死。逆子，朕何时薄待过你？你竟要弑父！皇上，臣在边关浴血厮杀，太子在后方劫粮烧仓，险些让儿臣全军覆没。若非王妃拼死相救，儿臣早已死在边关。求父皇为儿臣做主。来人，将太子押入天牢，长宁侯府抄家，一干人犯全部收监。父皇，儿臣冤枉，是谢世民陷害儿臣。父皇，明王，朕对不住你。皇上言重了。退朝。太子倒了，接下来该清理朝堂。温百里已倒，侯府树倒猢狲散，但还要防着余党反扑。放心，一个都跑不掉。进去。殿下，好好待着吧，这辈子怕是出不去了。你觉得本宫会死在这里？母后一定会来救本宫。等本宫出去，第一个就砍了你的头。放开我！我是太子侍妾，你们不能抓我！完了，全完了！温公子，皇上有令，侯府查封，请公子暂居别院，不得外出。逆子，你可知罪？知罪？父皇，儿臣何罪之有？想杀您是万不得已啊！想杀谢驰明，是因为他该死。放肆！朕给了你太子之位，给你监国之权，你还有什么不满？监国？你让我监国，可6部不遵我，百官不听我。你嘴上说我是太子，心里只有他谢驰明。他打几场胜仗，你就恨不得把江山都给他。我呢？我在太子府做了28年冷板凳，我算什么？朕让你理政，让你批折子，是你自己无能。你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你以为朕不知道？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念在父子之情。父子之情？你心里只有那个野种的娘，即便他与人通奸，你也还是给这个野种封王。我母后在宫中守了30年活寡，你可曾正眼看过她？你这个！太医，快传太医！活该，你活该，你早就该死了！你再敢说一个字，我现在就杀了你！皇上中毒已深，又激怒攻心，臣只能先施针稳住心脉。必须立刻回宫，这里条件不够。皇上，太子下的毒已深入骨髓，臣尽力了。朕还能活多久？最多3日。父皇，儿臣一定找到解药。不必了，朕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和你母亲。皇上，臣妾在查太子案时，无意中发现了20年前的一桩旧案，
关于王爷生母叶氏的。你查到了什么？叶氏从未与人通奸，那是皇后一手策划的诬陷。当年皇后嫉恨叶氏得宠，买通叶氏身边的宫女伪造书信，又让侍卫假扮奸夫。皇上盛怒之下将叶氏打入冷宫。叶氏在冷宫中怀上王爷，生产那日，皇后派接生嬷嬷往叶氏产道撒活血粉，导致叶氏血崩难产。嬷嬷还试图掐死刚出生的王爷，是贵妃娘娘冲进冷宫，一掌扇飞嬷嬷救下王爷。贵妃跪求皇上滴血验亲以证清白，但皇后以有伤龙体为由百般阻拦。贵妃又跪了3天3夜，求皇上放王爷一条生路，皇上才将王爷弃养冷宫，保住了性命。朕不知道，朕被皇后蒙蔽了20年。这是当年冷宫接生嬷嬷的临终遗言，上面画押为证，还有贵妃娘娘的亲笔信，详述当年经过。皇上与她滴血验亲，虽已证血脉，但叶氏的冤屈至今未昭雪。叶氏，朕负了你，朕负了你们母子。皇上，叶氏的冤屈该昭告天下了，皇后的罪也该轻了。宣，内阁大臣觐见。废太子谢景书，通敌叛国，终生圈禁。长宁侯温百里满门流放，温如嫣贬为官奴。皇后薛氏诬陷叶氏通奸，残害皇嗣，法夺封号，到孝慈皇后迁入皇陵。明王谢持明监国，总揽朝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薛氏诬陷叶氏通奸，毒害皇嗣，欺君罔上，罪不可赦。即日起，褫夺封号，打入冷宫，永不复出。本宫是皇后，是先帝亲封的皇后，你们谁敢动本宫？本宫为皇帝生了太子，本宫在宫中3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娘娘，您派人在叶氏产道撒活血粉，致其血崩而亡，让接生嬷嬷掐死刚出生的皇子，这些事先帝都已查清，太子也已被废为庶人。不可能，本宫谋划了30年，怎么会？是你！当年若不是你冲进冷宫，那个孽主早就死了。是你！叶姐姐从未与你争过，是你自己放不下嫉妒。30年，你害了这么多人，到头来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本宫得到了什么？我儿的皇位，本宫的凤冠，什么都没了，没了。宣，明王妃与温无陵觐见。明王妃与温无陵觐见。罪臣之子温无周叩见皇上。朕听说了，你每日天不亮就起来练武，读书到深夜。明王妃把你教得很好。罪臣不敢辜负姐姐和皇上的恩情。你父亲该死，但你姐姐用边关战功保下了你。朕看人不会错，假以时日，你必成大器，将来上了战场，替朕替大圣守好江山。罪臣此生必当披坚执锐，护大圣山河。记住你今天的话。好，好，朕也算为大圣留了个将才。持明，朕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你，这江山朕交给你了。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明王妃，你是朕见过最厉害的女子，持明有你是他的福气。皇上过虑。来人，传太医。不必了，朕知足了。少宇，朕欠你太多。当年若不是你冲进冷宫，持明早就死在接生嬷嬷手里了。你跪了3天3夜，求朕放他一条生路。朕这一亏欠，皇上别说这种话，臣妾不愿。持明交给你，朕放心，替他看着，替他守着。好，好，朕可以在九泉之下面对叶娘了。叶娘，朕来陪你了。皇上！先帝遗诏，朕崩后由明王谢持明继位，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你姐姐用军功保下你，不是为了让你跪着。灵儿，娘身子不中用了，以后能护着你姐姐的只有你了。娘，儿子已经拜了师傅，日夜习武，读兵书，将来儿子要像姐夫那样披甲上阵，替姐姐守好这江山。谁若敢欺姐姐半分，儿子定让他血溅5步。好，好，娘就放心了。
吉时已到，请新皇登基。跪拜！吾皇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众卿平身。皇上，大赦诏高已备好。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帝登基，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之罪，余皆减一等，减免天下赋税3年，与民休息。钦此。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一路辛苦你了。这才刚开始呢，皇上。先帝大行，朕承大统，愿与诸亲共治天下，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夜没睡。朝中事务繁杂，朕得尽快上手。立后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今日便昭告天下，朕此生只此一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明王妃温氏温婉贤淑，辅佐朕平定边乱，功在社稷。今册封为皇后，母仪天下。钦此。臣妾参见皇上。朕此生只此一后，皇后之言即朕之言。皇上，皇后出身长宁侯府，虽是嫡女，但侯府已被抄家，且皇后曾抛头露面经商，有失体统，立为皇后恐怕难以服众。李大人，朕问你，边关告急时，是谁献上100万公费解朝廷燃眉之急？是谁随朕出征，夜探敌营，斩杀叛将，以一人之力扭转战局？是谁在朕被围时，率300骑兵冲入万军之中救朕脱险？经商所得充了军费，抛头露面是为国分忧。这样的皇后若还不能服众，那朕倒要问问诸位大人家中可有女子能做到？臣无异议。皇上圣明，皇后娘娘贤德，臣心服口服。本宫既为皇后，必不负皇上所托，愿与诸君共治天下。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好孩子，从今往后你就是大圣的皇后了。驰明这孩子性子冷，你多担待。太后放心，臣妾会的。行了，你们小两口说话吧，本宫先回去了。清月使臣参见大圣皇帝，我王遣臣来贺，特献上翡翠玉佛1尊，象牙雕屏风4扇，犀角10对，翡翠珠串20串。赐座。皇上，我王有意与大圣永结同好，特提出互视同音之意，两国开放边贸，互通有无。同时，我王愿将清修郡主嫁与皇上，以结秦晋之好。使臣远道而来，本宫敬你一杯。不过这互视通音，怕是不妥。皇后娘娘此言何意？我王一片诚意，难道大圣不愿与清月交好？交好自然是要交好的，但使臣说的互视，青瑶有什么大圣需要？大圣有的，青瑶未必买得起。至于通婚，是无能的皇室才会做出的举动。皇后娘娘，青影虽是小国，却也不是任人羞辱的。大圣若不愿交好，只管明说。使臣请看，这是大圣边关新铸的火炮，射程500步，可洞穿铁甲。清幽若想互视，不妨先买几桶回去研究研究。皇后娘娘说笑了，这火炮威力再大，也不过是死物。死物？使臣若不信，本宫可以安排您去边关亲自体验一下。不过，到时候能不能全身而退，本宫就不敢保证了。皇上，皇后娘娘，臣不胜酒力，先告退了。你把咱们的底牌都亮出去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那火炮图样是真的，但边关只造了10门，不是100门，轻用不敢打，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
狡猾，跟皇上学的。大人，那火炮射程500步，能洞穿铁甲，我们青妖的骑兵岂不是……闭嘴！此事不许外传。我立刻写信800里加急送回王庭，请王上定夺。800里加急，亲手交给单于。是。大圣换了新皇，连皇后都如此厉害，这仗打不得。皇上，800里加急，南楚余孽拥立王子赫连赤为新可汗，集结残兵3万，欲犯边复仇。3万，南楚这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赫连赤，太子那封密信里提到过，此人狠辣，善用骑兵。皇上，南楚来势汹汹，我军刚打完边关大战，粮草军械消耗巨大，此时不宜再战。臣建议遣使议和，以岁币换和平。议和，南楚杀我边民，占我城池，此仇不共戴天。臣愿领兵出征，施斩赫连赤手足。你拿什么打？国库空虚，将士疲惫，你这是拿大圣的命去赌。诸位，听本宫一言，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南楚集结3万兵力，粮草辎重必然吃紧。我军可联合草原另一部落月支，从侧翼夹击南楚，断其粮道，围而歼之。月支与我朝素无往来，他们会答应？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南楚称霸草原多年，越氏一直受其欺压。若我朝许诺战后平分南楚的牧场牛羊，越氏没有理由拒绝。准，即刻派使臣携国书出使月支，暗中联络，朝堂备战，整军待发。此去月支凶多吉少，若事不成，你便留在草原，不必回来了。臣定为皇上办成此事，若不成，臣提头来见。若月氏肯出兵，可在此处设伏。南楚骑兵一旦进入峡谷，两头封住，插翅难飞。但需要一支西兵绕到南楚背后，烧其粮草，否则围困时间过长，我军也撑不住。这次出征，我跟你一起去。朝中需要你坐镇，皇后监国，朕才放心。答应朕，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你也是，战场上刀枪无眼。谢驰明，你杀我父王，夺我草原，这一次我要你血债血偿。娘娘，回宫吧。娘娘，这是户部上报的粮草账册，请娘娘过目。上月边关拨粮10万张，户部入库只寄了8万，另外2万张是进了谁的私库？本宫已经帮你核对过了，你户部经手的粮草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本宫给你3日时间，把这2万师的去向查清楚，写成折子呈上来。若查不出，本宫就派玄影卫去查。到时候查出来，不只是丢官罢职。是，下官一定查清。娘娘，皇上出征，朝中不可无主。臣等以为，娘娘虽为皇后，但毕竟后宫不宜干政，朝中大事不如暂由内阁商议，再呈皇上定。李大人，皇上离京前亲口交代，由本宫监国。你是觉得皇上的话不算数，还是你觉得本宫担不起？臣不敢，臣只是担心娘娘劳累。不敢便退下，回去告诉其他大人，本宫监国期间一切照旧。谁若有异议，让他亲自来跟本宫说。传本宫口谕，6部账册3日内全部送到御书房，本宫要逐笔核对，逾期不到的，侍郎以上停职待查。是。来人，传户部粮税郎中周明进谏。娘娘唤臣何事？去年9月，江南曹银3万两，账上记的是修堤，但公布的记录显示，那段时间江南没有修过任何堤坝。银子去哪儿了？娘娘。这是下官一时疏忽，记错了科目。记错？本宫查了你经手的17笔账，每一笔都对不上，总数5万8千两。你给本宫解释解释。娘娘饶命，下官一时糊涂，拿了3000两，其余的都是上峰让下官做的假账。摘了他的乌煞，移交刑部，所有贪墨人员一查到底。罗庆吃空饷，革职；赵德茂克扣军饷，抄家；王世安卖官鬻状，流放。传令下去。7日内，本宫处置了贪腐郎中3人，是空饷武将5人。朝野若有不服，让他们来御书房找本宫。
你还好吗？你不在，这江山我替你守着。皇上，约制使臣已到，正在帐中等候。走。娘娘，800里加急，南楚节节败退，皇上连战连捷，但青眼趁我主力北调，集结10万大军突袭南境，连失2城，南境告急。青影10万大军，南境守军不足2万，这怎么守？快请皇上回师，南境若失，青燕长驱直入，京城不保。远水解不了近渴，皇上远在西北，等大军回援，南境早就丢了。慌什么？青影不过趁火打劫，本宫在，大圣亡不了。传令南境守军死守待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敢退者斩。温无陵听令。末将在。命你率3万老兵即刻南下支援，10日之内必须赶到南境。到了之后，先稳住防线，不可冒进，待援军齐集，再行反攻。末将领命。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末将定不负皇上和娘娘重托。娘娘，温无陵年纪尚轻，此前未独当一面，让他领3万大军。他虽年轻，但兵法熟读，武艺精进，且在边关历练过，本宫信他。传令兵即刻发令，户部调拨粮草军械，优先供应南境；兵部征调京城周边驻军，集结待命；工部日夜赶制箭矢、雷木、滚石，3日内送往前线。娘娘，国库空虚，连日大战，粮草已吃紧。不必动国库，本宫的胭脂街这半年来日进斗金，账上的盈余足够支撑这场仗。这是胭脂街半年的盈利账目，白银60万两，粮草10万担，先拿出一半充作军费，剩下的以备不时之需。60万两，娘娘的胭脂街竟有如此盈利。本宫说过，经商不是丢人的事，关键看银子用在哪。这些银子用在保家卫国上，比堆在库房里强。臣遵旨。诸位大人，青燕不过趁火打劫，他们的目的是逼我们召回北征大军。只要我们稳住，皇上在西边打赢了再回师，青燕自然退兵。这1个月是最难熬的，但只要熬过去，大胜就赢了。臣等愿听娘娘调遣，共度国难。平身，各自去办吧。娘娘，温小将军已率军出发，预计8日内可到南境。南境守军伤亡惨重，但还在死守。传令温无陵，到了之后不要急着反攻，先稳住防线。本宫会再调5000弓弩手过去。下去吧。青影想趁火打劫，那就看看谁的火更大。将军，青阳连破2城，士气正盛，我军刚到，立足未稳。立足未稳也得守。传令下去，沿江布防，把所有船只收拢北岸。青阳若要渡江，让他们游过来。将军，青骑军中有一支象兵，300头战象，身披铁甲，刀枪不入。我军前锋营与之交锋，死伤惨重。象兵，传令下去，全军后撤5里，避开象兵锋芒。同时800里加急向京城求援，告诉皇后，青岩有象兵，我军急需破敌之策。娘娘，南境急报，青叶有象兵300头，身披铁甲，刀枪不入。温将军出战不利，已后撤5里，请求破敌之策。象兵。象性为火，闻巨声则惊走，火攻为上，以爆竹、锣鼓、火炮齐鸣，可驱之。以火箭、火油瓶焚烧象阵，同时以火炮、锣鼓、号角制造巨响，象受惊避乱，会回头踩踏己军。我军趁机掩杀。令集中弓弩手射击象眼、象鼻、象足，此3处最为薄弱。800里加急，连夜送往南境，务必亲手交给温无陵。是。无陵，你们一定要撑住。将军，皇后娘娘的密信。好，传令全军按皇后娘娘的计策，准备火油、火箭、锣鼓、号角。今夜给青上象兵一个教训。姐，你放心，这仗我赢定了。娘娘，胭脂楼掌柜沈心远带到。宣。娘娘，这是胭脂楼及名下商号近3月的盈利账目，请娘娘过目。胭脂楼本店盈利32万两，绸缎庄18万两，首饰楼15万两，茶楼、酒楼共计15万两，3月累计盈利白银80万两。80万两？是。娘娘的会员制和连锁经营推行后，各商铺盈利翻倍，这只是3月之数。从中拨出60万两，全部用于购买粮草、军械，其余20万两留作备用。娘娘，60万两是胭脂街半年的营收，全部调走，各商铺的周转。本宫知晓，但将士在前线浴血厮杀，粮草将尽，军械短缺，
本宫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打仗。商铺周转的事，你来想办法。草民明白，草民即刻去办。这是给温无渊的密信，还有粮草军械的采购清单。你亲自带玄影卫精锐押送，800里加急，务必在5日内送到南境。属下领命。人在粮在，人亡粮亦在。去吧。将军，今日按皇后娘娘的火攻之法，勉强击退青营相兵，但我军伤亡过千，粮草只够3日。后撤30里，依托险要地形，固守待援。将军，再后撤就把南境2城全丢了，将士们不甘心啊！粮草将尽，将士疲惫，硬拼下去只会全军覆没。皇后娘娘的援军和粮草已经在路上，我们必须撑到那一刻。这是军令。遵命。玄一，一定要快。加快速度，天亮前必须过江。皇上，南楚王子被斩，余部溃散，草原已定。清点战场，3日后班师回城。此地险要，加快行军，速速通过。清霄，他们的主力不是在南境与我军对峙吗？怎会出现在这里？我们中计，清乡明攻南境，暗遣精兵伏击我军回师之路。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突围！在此处列阵，利用天险，死守待援。皇上，我们被围了，军中只剩3日赶粮。杀马，先撑住，派人趁夜从山壁攀爬出去，向京城求援。皇上派出的3批信使全被截杀了。诸位，轻骑人攻不进来，只能在外头干耗，朕与你们同在。再撑1日，援军会来的。娘娘，西北军报中断已5日，皇上失联了。传令玄一，南境粮草押送完毕后即刻折返，再传令兵部调集京城周边所有可用兵力2万精骑，3日内集结完毕。本宫亲自带兵南下接应皇上。娘娘，您是一国之母，怎可亲临险境？朝中不可无主啊！皇上在西北被围，生死未卜，本宫身为皇后，岂能坐视不理？您为3朝元老，朝中事务交于你，本宫放心。老臣定不负娘娘重托，老臣在此立誓，只要老臣一息尚存，必替娘娘守住这朝堂，等待皇上与娘娘凯旋而归。若有差池，老臣提头来见。臣等誓死效忠，等待皇上娘娘凯旋。娘娘，皇上被困，前方80里，青狼谷，青燕军总攻在即。皇上还活着？活着。皇上说，再撑1日，您会来的。全军听令，加速前进，天亮前必须赶到青狼谷。不好，青狼伏兵已经在发动总攻了。娘娘，青狼军至少2万人，后方空虚，我们若从背后突袭，可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分兵2路，你率1万骑兵从左侧迂回，待枪响后从青蚁军背后冲锋。本宫抢占制高点，先杀其主将。杀！救皇上！你来了。我说过，你生我生，你死我死。朕没事。乘胜追击，
不能让他们有喘息之机。你伤得不轻，我来指挥。皮肉伤，不碍事。全军听令，追击残敌，一个不留。谢世明，军医，朕没事，追敌要紧。来人，送皇上回中军休整。这是军令。皇上，这剑上有毒，是轻易的黑骨毒，大善无人能解。此毒入血后会慢慢侵蚀骨骼，最终此事不许让皇后知道，谁敢泄密，斩！娘娘，南境捷报，温将军大败轻易主力，连克3城，轻易国王以前时请降。吴陵没让你失望。好，朕没看错人。传令温无渊继续推进，但不可冒进，待朝廷旨意再定受降事宜。还疼吗？不疼。你救了朕的命，你欠我的，拿一辈子来还。将军，青叶残部已推过听陵江，主帅逃回王庭示警，敌军士气崩溃，沿途要塞守军纷纷弃城而逃。传令全军渡江直捣清越王庭。大圣将军，寡人愿降，别杀寡人。降书呢？在这里。寡人已签字画押，清幽愿永为大圣藩属，岁岁纳贡，称臣不绝。清幽国王已降，从今往后，清幽永为大圣藩属，敢有不服者，这就是下场。将军，皇上与皇后娘娘不日将抵达青玉王营，亲自主持受降。传令下去，整肃营区，列阵迎驾，不得有丝毫懈怠。臣文无渊恭迎皇上娘娘，南境已定，清越国王伏地请降。平身。吴陵，这一仗你打得很漂亮。臣末将不敢居功，若无娘娘送来的火炮和粮草，末将赢不了。莫要谦虚，你的胆略和指挥才是制胜关键。青玉王，你可知罪？罪臣知罪，求皇上饶恕。从今往后，青玉永为大圣藩属，进贡称臣，岁岁不绝。娘娘，前军已过听陵河，一切顺利。娘娘，皇上他无事，你管好前军，早日回京。臣等恭迎皇上，娘娘凯旋。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皇上万岁，娘娘千岁！众卿，此次平定南楚，收服清庸，全赖将士用命，朝臣同心，朕当论功行赏。张晴，朕与皇后出征期间，你留守京城，稳朝常，调粮草，安民心，劳苦功高，加封太傅，赐紫金鱼袋，赏黄金1000两，绸缎100谱。臣为皇上分忧，乃是本分。皇上隆恩，臣愧不敢当。你当得起。平身。温无先，南境破敌有功，身先士卒，连克3城，直捣王庭，封镇南将军，赐金甲1副，赏白银3000两。谢皇上隆恩，末将愿为大圣世代镇守南疆。皇后温氏随朕出征，夜探敌营，一枪定军心。朕被困青狼谷，千里驰援，朕于危难，又运筹帷幄，以南境粮草军械助温无渊平定轻易，功在社稷，得布天下，加封镇国皇后，享有参政一爵。凡皇后之言，等同朕旨。皇上圣明，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传旨，于南北交界处修建定边碑，刻石记功，永昭后世。来人，传太医！传太医！
后3步，不得喧哗。玄一，封锁大殿，任何人不得出入。遵旨。娘娘，皇上中的是清渊奇毒黑蛊毒，此毒大赦无人能解，便是到清渊去寻会解此毒之人也是万中无一。而且皇上中毒已近1月，再不救治，1个月。皇上中毒1个月，你们为何不报？是你让他们瞒着我，你为何不早说？冥王妃，今日之事还是多谢了，郡主不必谢，我并未帮到你什么。不管怎样，本郡主欠你一次。来人，笔墨伺候，传玄一。800里加急，送往青叶，亲手交给阿史那云郡主，告诉他，本宫以当年宫宴上替他洗清冤狱的人情，换一枚解药。属下一定送到。娘娘，青樱郡主阿史那云求见，说她带了族中巫医，能解陛下之毒。快请！冥王妃当日救我清白，此恩阿史那云必报。我族巫医善解其毒，让我看看。拜托了。此毒名黑蛊毒，毒已进心脉，解药需以蛊母引出，但过程凶险，重者需承受万蚁噬心之痛，稍有不慎便心脉俱断。有几成把握？5成，但若有亲近之人的鲜血为引，可增3成。毒已清，陛下无害了。你又拿自己的命来换。你替我挡箭的时候，不也一样？下次不许了。郡主此番救命之恩，朕记下了。青玉今后只要不犯边，大圣绝不开战。陛下言重，我欠冥王妃一条命，扯平了。多谢。郡主且慢。到了京城，让温无灵带你四处逛逛，银子从胭脂街账上出。若想买胭脂，去找掌柜沈心远，报我的名字，让他拿最好的。那就多谢娘娘了。去告诉温无灵，好生招待郡主。是。你看看这个，开科取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天下人才岂止世家，寒门子弟、商贾之后、工匠之孙，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该有入朝为官的机会。明日早朝，你亲自上奏。陛下，臣妾提议开科取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论出身，皆可应考。录取者授予官职，唯才是举。陛下，祖宗之法不可废。科举取士历来只有世家子弟才有资格应考，寒门子弟粗鄙无闻，岂能入朝为官？娘娘，您虽是皇后，但此举动摇国本，万万不可。诸位，老夫倒有几句话。你们口口声声说祖宗之法，老夫为官40年，历经3朝，倒想问一句：祖宗的江山是靠世家守住的吗？当年太祖起兵，麾下将领有几个是世家出身？寒门子弟未必无才，世家子弟未必有才。皇后娘娘说的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便知。陛下，臣附议，开科取士，唯才是举，乃千秋大计。老臣愿替皇后娘娘盯着这桩事，绝不让有心之人从中作主。准奏，即日起筹备科举，今秋开考。不论出身，我也可以考了。我要去试试。我爹修了一辈子城墙，我想当官，修桥铺路。妈，我要考科举。这才是国家的未来。你想了很久了吧？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就在想。以后不想做什么，朕都陪你。那说好了，不许反悔。朕什么时候反悔过？谢驰明，
温如云，你们在京城荣华富贵，孤却在这里等死！孤却在这里等死！好，告诉王大人，孤知道了。诸位可知，当今皇后温氏究竟是人是妖？据说那温如云原是侯府嫡女，窝囊无能，被太子退婚时当场吐血身亡。可第二天她就变了个人似的，武功高强，还会使妖法，数百步外取人性命。这不是妖女转世是什么？怪不得陛下被她迷得神魂颠倒，连太子都废了。妖术蛊惑圣心，陛下被她吃得死死的。娘娘，京城各茶楼酒肆皆有谣言传播，说娘娘是妖女转世，蛊惑圣心，百姓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在宫门前聚众请愿，要求陛下铲除妖孽，恢复正统。查，谁在背后散播谣言，一个不留。不急，让他们传。能调动这么多人手散播谣言，又敢请愿逼宫，背后之人只有一个，皇陵里那位。盯紧每一个与皇陵有往来的官员，放出消息就说陛下龙体欠安，皇后独自批阅奏折，朝中人心防动。娘娘，这是引蛇出洞。他既然想咬人，我就给他机会，传令下去，京城的谣言不必压制，越传越凶越好。我要让他以为时机到了。遵命。你比他狠，跟他学的。殿下，京城谣言已起，百姓纷纷请愿，谢持明病重，温如云独木难诛。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殿下，末将已联络南楚残部，他们答应配合我们在边关闹事，将谢持明引走。只要谢持明御驾亲征，京城只剩温如云一人，届时我们里应外合。殿下，南楚那边开出的条件是事成之后割让边关3座城池。3座城池，给他。等孤登基，先稳住他们，日后连本带量收回来。殿下，人马已准备就绪，京郊大营3000精兵愿听殿下调遣，只等时机一到，便入城擒王。温如云、谢持明，这一次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陛下，边关急报，南楚残部联合草原部落，连破2座烽燧，边关守将战死，士气低落。若朝廷再不派兵，恐整个边线崩溃。陛下，臣愿领兵出征，剿灭乱贼，请陛下给臣3万精兵，臣定斩敌酋首级。陛下，连年征战，国库空虚，百姓疲惫。况且朝中废太子余党未清，若大军离京，后方空虚，臣建议遣使和谈。和谈？南楚余孽要的是割地，朕1寸山河都不会让。但眼下朕若派大将出征，废太子余党必趁机在京城作乱。朕若留守京城，边关士气低迷，无人能统帅3军。所以朕御驾亲征，一来振奋军心，二来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以为京城空虚，忍不住跳出来。你大病初愈，边关苦寒，朕的身体朕清楚，况且只有朕亲征，那些人才会相信你真的独木难支。这是引蛇出洞的唯一办法。那你就让我在京城干等着。朝中需要你坐镇，你留在京城就是替朕守住后方，没有你，朕不敢把后背交给任何人。传旨，御驾亲征，3肉大军开拔，退朝。还在生气？没有。朕答应你，一定完好无损的回来。你若少1根头发，我唯你是问。遵命。我等你回来。陛下离京不过3日，你们就按耐不住了。太仆寺卿郑回远倒卖战马，中饱私囊，革职查办。娘娘冤枉，臣是为朝廷养马，绝无贪墨，是有人诬陷臣。冤枉！账册在此，白纸黑字，拖下去。臣冤枉！光禄司少卿孙德茂克扣祭祀贡品，私卖库银，罢官流放。
臣知错了，臣再也不敢了。羽林卫副将长赵铁山吃空饷，私贩兵器，斩立决。温如云，你一个妇人，凭什么杀朝廷命官？殿下，谢持明已率大军离京，京城守备空虚，禁军中有半数愿听从殿下调拨，时机到了。好，传令，今日子时夜袭攻城，事成之后，孤重重有赏。冲进去，活戳腰后温如云，殿下复位，人人有赏。他在上面，放箭。放！不要慌，列阵！一个不留。娘娘，废太子带到。你怎么会有伏兵？谢持明不是把大军都带走了吗？本宫说过，大圣亡不了。你也不看看坐在龙椅上的人是谁？你以为你的密谋天衣无缝？你联络南楚，勾结禁军，散播谣言，每一步本宫都看在眼里，等的就是你自投罗网。待陛下回京，再做发落。温如云，你以为你赢了？谢持明在边关生死未卜，南楚人不会放过他！哈哈哈哈哈！拖下去，明日午时凌迟处死，以儆效尤。娘娘，陛下追击残敌时中了埋伏，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娘娘，伤口已感染，准备烈酒、煮沸的白布、银针、羊肠线，快去！忍一忍，我在这儿，你不会有事的。你要是敢死，我追到阎王殿也要把你拉回来。娘娘，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退下吧。你怎么来了？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答应过我完好无损的回来，你骗我！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下次再这样，我直接把你绑在京城，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伤还没好，先躺着休息一下吧。遵命，皇后娘娘。张嘴。你也3天没睡了吧？睡不着。现在朕醒了，你该睡了，就在这儿睡。陛下伤口愈合良好，再休养半月便可痊愈。说了让你别冲太前，差点要了命。有你在，朕死不了。陛下，金陵国、沙州国、锦玉国、青眼国遣使来贺，使臣已抵京，请求觐见。宣。金陵国献上汗蟹宝马10匹，夜明珠12颗；沙州国献上象牙10对，犀教20对；清越国献上翡翠玉佛1尊，翡翠珠串100串。众使平身，赐座。为使各国了解大圣风物，本宫提议在京城举办万国博览会，届时将展示大圣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最新火器，各国商贾皆可前来观摩交易。丝绸，我金陵虽有织造，却闻大圣丝绸薄如蝉翼，不知可否一观？博览会时自会陈列，届时使臣可亲手触摸，带回金陵。大圣的火器，我沙州早有耳闻，曾见边关战报说皇后娘娘一枪射杀青衣主帅，800步外取人赴掩性命。博览会设火器演武场，届时请诸使观摩。大圣办博览会是为通商，不是示威，各国带着诚意来，大圣必以诚相待。传旨，3日后京城举办万国博览会，各部和红绿云协同筹备。遵旨。薄如蝉翼，光泽如月，
极品，洁白如玉，挑质如杏，价值连城，清雅回甘。真玉愿重金购买。点火！大圣火器，天下无双。恳请陛下允准通商护市金鳞愿岁岁来朝，沙洲愿与大圣永结盟好，金玉愿献上国书，世代称臣。青玉永为藩属，求陛下恩准通商。准。即日起开放边关口岸，与四国通商互市。大圣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这盛世有你一半。这才刚刚开始。陛下，新任科举取士的官员已分配各州，各地学堂也陆续建成。这些事你看着办就好，朕信你。明日朕带你出宫，就你我两人。好看。多大的人了，还摘花？当初我说不出1年要让这里成为京城最繁华的街道，我没食言吧？你是朕这辈子最大的骄傲。话说当年边关告急，皇后娘娘一枪射敌敌帅，800步外取人性命，那一枪打得敌军魂飞魄散。娘娘好威风，想吃吗？真好看。老板，包起来。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也谢谢你让我在这个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家。盛世太平，夫妻恩爱，儿女绕膝，这就是最好的结局。